看着大殿中心捆得像粽子的几十人，蓝启仁嘲笑道：“哟，温若寒，你温家真的好像筛子哟。”温若寒气得脸黑得不行，挑衅道：“说不准蓝家也一样呢。”蓝启仁挑眉，忘机，你问问金光善有没有在蓝家按钉子？按照他的能力，蓝家一定被他管得像铁桶一样，怎么可能被钻空子？然后蓝启仁沉默了，瞬间被打脸。不仅如此，还把当年他兄嫂和师父的事情牵扯出来。蓝家除了对温玲还不太熟悉的魏无羡之外，都沉默了。温若寒震惊地看着蓝家的小二身边仿佛结了一层冰一样，这是什么奇怪的能力？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小古板，你家这是？”也有。蓝启仁恶狠狠地笑了笑，温若寒，走。现在我们就让兰陵金氏凉了吧。等会儿，聂老宗主也是金光善害死的吧？那明觉那小子也叫上。温若寒，不用他，我自己就能踏平金陵台。蓝启仁斜着眼睛看着蓝启仁，嘴角轻抬，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，我觉得我要叫聂明觉一起。温若寒，行，你觉得行就行。蓝老二为什么总能说出让他起鸡皮疙瘩的话？好恶心！连魏无羡听到蓝启仁这话，都有些受不了的摸了摸胳膊，往下压压已经竖起来的汗毛。蓝家兄弟根本没空去想蓝启仁说了什么，突然知道了父母悲惨一生的原因，他们手中的剑已经控制不住地想要出鞘，杀了金光善这小人了。聂明觉收到了蓝启仁的传讯灵牒，呆滞半晌，直接扛着罢下，带着人像发了疯一样冲上了金陵台。而温若寒和蓝启仁还傻傻的在不夜天等着呢。聂明觉带着人强攻上了金陵台，金氏的人自然是不能跟骁勇善战、刀耍的贼溜的聂家人比。聂家人一刀一个，金陵台上的金星血浪瞬间被染上了一层血红色。等温若寒和蓝启仁知道了聂明觉自己带着人攻上金陵台的时候，聂明觉已经手里提溜着金光善的脑袋了。蓝家人和温家人，聂明觉好心告诉他，他居然自己偷偷报仇，狗比！蓝家人和聂家人在金陵台搜索，看还能不能找到一个落网之鱼报个仇。魏无羡还有金子轩呢，不过他也没做过什么吧？温若寒，把他交给我，我不杀他便是。温若寒直接指示手下去蓝家提人。蓝曦臣从床底下看到了一个金家嫡系，冷笑着把这人抓了出来。这人是谁？蓝家门生疑惑道，好像叫金子勋，是个无恶不作的。蓝曦臣直接一剑挥下，杀了他。温大长老还发现了金家的密室，直接带人进去，弄出了很多金光善做过的很多罪证。看完之后啧啧称奇，真厉害呀，把整个修真界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温若寒看着手中的证据们，从里面找到了有意思的一张。看着魏无羡，你父母的死，你有疑惑吗？魏无羡一愣，不是叶烈吗？江宗主告诉我的。温若寒嗤笑一声，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你自己看看吧。把手中的一封信件交给魏无羡。魏无羡自小在云梦江氏长大，自然是认识江风眠的字的。上面是他与金光善密谋偷袭泽藏二人的通信。魏无羡握着信的手微微颤抖，蓝忘机担心地半搂住他，魏婴，我在。魏无羡抬头，眼眶有些红，蓝湛，你说人心怎么可以这么坏呢？蓝忘机摸了摸魏无羡的头，有我，无论世间多么险恶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不离不弃。魏无羡看懂了蓝忘机并未说出口的话，笑了，有你，让我觉得每一个明天都是值得期待的。蓝启仁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云梦江氏也凉了吧？出发。魏无羡傻傻的跟在蓝启仁身后，道：叔父，这是我的仇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蓝启仁停住，斜着眼睛看着魏无羡，你的？不，这是我的。藏色是我为数不多的好友。江风眠这小人敢对他下手，哼，他必须凉。温若寒一拍大腿，对，藏色也是我好友，我也去。我这仇也没报成，被聂明觉这个臭小子抢先了，这满腔怒火正好无处发泄呢。江家比金家还好打，江家为了表达云梦江氏亲民，根本不开结界，还有之前因为无限的事情暴露，江家门生几乎走得干净，江家就剩了江风眠当年收养的孤儿弟子。现在江家可以战斗的也只有江风眠和于子渊，
加上一个武力值平平的姜婉银，速度非常快，快到魏无羡还没来得及出手，姜家人就被温若寒拳打趴下了。看着对着他怒吼白眼狼的姜婉银，还有对着他哭满脸埋怨之色的姜艳离，魏无羡一时之间觉得他在梦里，他那7年的生活到底算什么？蓝忘机皱眉直接禁言了这一家4口，魏婴，我在。看着蓝忘机，魏无羡才觉得自己置身现实，无奈的笑了笑，看着他那些害怕的缩成一团的师弟们，轻声道：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把他们放了吧。蓝启仁点头，他对这群不大的孩子没有兴趣，打了个手势，蓝家人带着他们出了莲花坞，随后这些小弟子成了散修，过得还算不错。